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3月13号星期一，我的第一个训练日啊，身体已经恢复的8、9成了，至少所有的肌肉酸痛都没有了，还会有一些轻微的疲劳感，正常啊。刚才那一段是在新斋桥的商业街地区。清晨的这种商业街还是挺魔幻的，有上班的人，有赶飞机的游客，然后有刚玩完一宿的人，是不是？这周末就是无锡马拉松了啊！无锡马拉松是我在国内第一场正式比赛，近3小时的比赛，也是在国内第一场就非常全力以赴。我所谓的入门之后的比赛，而且我猜去无锡跑马拉松的，可能要去到那个城市的人会比较多，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人口巨大的城市。今天跟大家聊聊，正好我最近的几场比赛，除了去年的北京，其实去年的北京都算，就是不是在本土参赛，因为去年北京住到爸妈那儿去了。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些小经验，还有可能会没有考虑到的一些问题，好吗？一会儿咱换个视角聊。还是现在去大本城，在市区内这得小心一些。地下还是有水，下了半宿的雨，现在刚刚轻微的停，还有一些。地下水坑比较多。今天跑的稍微比比赛之前快一点，已经10多公里了吧。我想这周要去参赛的小伙伴，如果是从其他城市去，应该在周4、周5或者周63天到达，对吧？如果是时间比较自由的小伙伴，可能就选择周4了。因为周4去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周4、周5这2天是工作日，去博览会人不会那么多。但是大多数小伙伴应该最多也是周5晚上去吧，周6去领东西。外出比赛其实需要注意的是这样，不仅仅是外出比赛啊，在自己的城市比赛也是。还是我赛前有一期说的那个观点，就是跑量那一期。当时我的观点是，并不是说每个月跑500你就是跑500的能力，要看赛前这1个月你能跑多少。比赛也一样，就说这次东京马拉松，我其实是很放松的心态，也没有刻意的准备。我们是周5的早晨，从大阪坐新干线去东京，中午11点半就已经在东京吃午饭了，下午领了装备。但是就这样，因为你有舟车的时间，然后可能还会因为睡不习惯造成睡眠的影响，主要是睡眠。你换到一个新的地方会有一些区别，尤其是像这次如果是北方的小伙伴去无锡，你首先面对的就是一个湿度的问题。我这次东京马拉松之前的睡眠一直特别好，都是在正的5%左右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，每天8小时。假设你睡了16个小时，那就是200%。我那段时间一直是106，抱歉。
但是到马拉松最后这3天，一下就减到了95%、94%的水平，而且这个不是这几天是95%，是平均这一周。因为你总要有一些担心的事情，总要有一些意外。这个侧面说明什么呢？就是你平常早上起来吃喝好了去跑步，就是出门就跑那种，和你准备一场马拉松来比，可能到马拉松的时候，你要损失至少5%左右的状态。比方说，你平常准备的特别好，把今天当比赛，然后下楼就起跑，跑一个10公里，你的状态是100%。如果是比赛日，你可能你的状态是95%到97%。这一点上，在我们业余爱好者就更明显，因为你没有专业运动员的那种保障。你要自己坐车去领号码布，各种，对吧？包括去起点。所以说这个的意思就是，大家要留出这个富裕，留出这个余量。然后饮食上，外出比赛你可能会忽略好多东西。比方说啊，举个简单例子。现在我长记性了，以前不熟练的时候，比方我爱喝咖啡，喝黑咖啡，国外还好，国内很多地方是没有的。后来就学聪明了，带挂耳，热水总是有的。还有吃，你到一陌生城市，如果你只在外边吃的话，就算你周5去。或者你周6早晨去，你也要吃2顿，甚至是3顿。前一天还有第2天的早餐都跟你平常不一样。有些东西是不能克服的，就是你可能买不到你平常吃的东西。我一般准备比赛日的早餐，如果在外省市，就提前调查一下，或者呢。最好的办法是大家订那种公寓式的酒店，就能自己做饭的。虽然都是那种简易的，但是你煮个面呀什么的肯定没问题。2020年我去跑无锡，住在起点边上的一个公寓式酒店，就紧挨着起点，在楼上能看见起点拱门。就是专业运动员住那个酒店边上的那个，便宜一点的。早上起来就煮意面，买现成的意面的酱，番茄的，或者买点吐司，买点面包，要冲从家里带来的挂耳，这样就跟在家相差无几。就是赛前2天的睡和吃是很关键的。还有啊，外出参赛一定要带指甲刀，因为有可能你让指甲劈一下，有个倒刺儿什么的，你处理不了。当然了，现在什么都可以在便利店现场买，这都是小经验。然后多带几个别针儿，就是别号码牌的那个，因为赛会一般就给4个，而且有的时候赛会给那个不合适，我老觉得有的不是特小就是特大。我有时候都用自己的。还有你在家，比方说伸手就能用的，你可能忘了带，比方说绩效贴或者是胸贴，怕磨这个胸的，还有防磨膏。这些就是你平常不用，平常训练不用，但是呢你在家比赛的时候用，出门的时候你可能就忘了。我那年去纽约就忘了，在现场现买的一个防磨膏，就觉得顺理成章的事情，到了一个地儿发现哎没带，
因为无锡是个适合冲成绩的赛道，我相信好多小伙伴去都想跑个好成绩，所以跟大家先打个预防针吧。今天咱们先聊几句这个东京马拉松的照片出了，一会儿放几张给大家看看，真贵啊这次。像其他大满贯赛事，欧美的最多那个时候50美元、40美元一套。现在这边跟国内都不便宜，国内你买原始的那种照片，单张打赏也不便宜，这边更贵。这边如果你单张买是3000多日元，100多块了，全套买是24000多日元，抱歉啊，1000多块人民币了。但是我还是买了。特早之前我说过这个，就是你就算1年准备一场，对吧？这种东西回忆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真的，回忆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所以每次比赛的照片我都买。而且坦白说，你不需要多有钱，你也能够有这笔钱来买照片，对吧？行吧，相机可能也快没电了，很期待它的升级款啊！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哎，1月13号星期一清晨7点34，训练结束啊，又回到一个常规的半程马拉松的训练。1小时30，今天不慢的，平均配速4分18。平均心率152，平均步频198，功率229。确实是啊，今天虽然换回了这双鞋，因为今天下雨嘛，大家看地还是湿的，换回了2代的 Vaporfly。但是最近对步频跟步幅的调整有一些小进展，这边的第3代的 Vaporfly 还没上市，这边的 Nike 说的是3月中旬，应该就这几天。不知道这边能不能抢到那个首发配色，还是挺喜欢的，到时候去看看，是不是？不过确实，在一个非母语的国家生活，你接收的各种信息啊什么的都是很有限的。我在寻找这边周围有没有小一点的半程马拉松的比赛，想去冲击一次1小时15，想去冲击一次1小时15正式比赛，因为好久没有参加正式的半程马拉松比赛了，上一次还是2020年的4月份的北京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些，给大家放2张东京马拉松的照片也。一开始拍了拍凌晨的这边的商业街的样子，经过1晚上的喧闹之后的样子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外出参赛的小伙伴真的要开始准备东西了，如果你想买东西也要尽快了，然后订酒店呀什么的，我真的推荐，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，大家订那种能公寓式的，就是能自己做饭的酒店会舒服得多。对马拉松比赛来说，价格嘛，应该现在都差不多，差不太多，不需要住得很高级嘛。行吧，那就这么着。今天大家分享一些外出参赛不成熟的小经验，祝大家最后这一周呢，一定注意身体，保持训练节奏。至于训练这个，大家翻翻我北京马拉松之前，如果你想严肃参赛，就翻翻我北京马拉松之前；如果想娱乐参赛，就翻翻我东京马拉松之前的视频。我这2天也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儿。那就这样，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都有好成绩，加油干！咱们明儿见。